欢迎大家又回来我的频道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冰淇淋月饼。应我女儿的要求，我今天的冰淇淋月饼的外壳是做的抹茶味的。200克的白巧克力，8克的抹茶粉和15克的椰子油，隔热水加热至白巧克力融化，并且所有的食材都混合拌匀。把巧克力溶液倒入模具当中，然后我们这样轻轻地转动模具，让这个巧克力溶液均匀地沾满底部和它的周围。我用的是这种硅胶的月饼模具，到最后脱模会比较容易。然后把多余的巧克力溶液再倒回刚刚的容器当中。接着我们就要把这些沾满巧克力溶液的月饼模具放在冷冻室，先冷冻至少15分钟。剩余的巧克力溶液呢，等一下还要使用的，我们可以继续把它们隔热水保温着，避免它们凝固。接着我们来做冰淇淋。我今天要做的呢是香草味的冰淇淋。300克的动物性淡奶油，先用电动打蛋器把它们打发，不需要打得非常坚挺，只要打发到这种出现纹路，但是又可以缓慢流动的状态就可以了。然后在里面加上120克的炼乳，再加上1小勺的香草精。我这个香草精呢也是自己做的，如果有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给我发弹幕或者留言，我会找个时间再出一期教程。继续把这3样食材混合拌匀，我们的冰淇淋溶液就做好了，是不是非常简单？其实如果不是做冰淇淋月饼的话，就这样把它们放在冷冻室冷冻，就是非常好吃的香草冰淇淋了。把这个冰淇淋挤入刚刚的月饼模具当中，不要挤得十分满，因为上面还要留一些些的空间，等一下还要再盖上我们的抹茶巧克力。完成以后就稍微整平表面，继续把它们放到冷冻室，在冷冻20分钟以后再拿出来进行后续操作。如果家中有这种塑料的月饼模具呢，也是可以，只是它的脱模会不如硅胶模具来得方便。这个配方一共可以做大概8到9个的冰淇淋月饼，当然这个数量的多少也要取决于你的模具的大小。20分钟以后呢，我们把这些半成品先拿出来，然后再在上面盖上一层液体状的抹茶巧克力。这里呢，你们最好不要学我，把所有的巧克力溶液倒在冰淇淋上面才来开始转动，因为这个冰淇淋我们放在冰箱里面冷冻过嘛，虽然它的中心并没有完全的凝固，但是其实表面的温度还是很低的，所以我们的巧克力倒上去静置一会儿以后呢，其实接触到冰淇淋的那一部分，巧克力也会随之凝固，就会比较难以流动。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后面又在旁边补了一些些的巧克力，导致这个中心部分的抹茶巧克力会有一点点的厚，所以就要像这样是一个一个的来操作会比较好。全部做完以后呢，我们继续把它们送回去冷冻室，然后这一次呢要冷冻至少3到4个小时。硅胶材质的模具呢非常好脱模，每一个的花纹都非常的清晰，非常的立体。虽然节气上已经算是入秋了，但是其实呢气温还是挺高的，吃上一块冰冰凉凉的冰淇淋月饼，应该是大人小孩都会觉得非常开心的吧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赞、分享和关注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再见。